大家好，歡迎翻到嚟肥宅嘅頻道。我哋繼續 A to Z 同 Double Setter 2嘅改裝，今集係會改裝腳嘅部分，去到最尾有啲同噴油工具有關嘅筍嘢介紹俾大家。如果你係第一次瀏覽我嘅頻道，我嘅頻道就係主要介紹一啲做基本模型處理嘅手法，同埋一啲我自己做改裝模型片段嘅分享。同時我亦都有做模型代工嘅，有興趣歡迎 PM。對呢類影片有興趣嘅朋友就記得訂閱啦。腳嘅部分呢，我全部都會用 Double Setter 2嘅部件去改裝噶啦。其實都簡單嘅，因為佢都係得一頁嘅啫。咁呢度我就開始剪件同埋組裝啦。如果大家有睇開我 Facebook 專頁，都可能知道上次我 live 完之後把神剪就報銷咗啦。而家買咗把雙星嘅金剪頂住檔先啦，都還 OK 嘅。喺呢度用翻少少時間講啲嘢。上一集嘅身體同埋裙甲部分嘅黑線佈局係用咗 Drop Colony 師兄嘅作品做參考。其中過程就有啲陰差陽錯啦，咁我就用咗人哋嘅部分創作，係我嘅敏感度不足啊，咁呢度我都要同大家講翻聲對唔住先。另外 Drop Colony 師兄亦都直接聯絡過我嘅，其實佢好好人，亦都唔太介意我呢一個影片用咗佢部分嘅 idea。喺呢度就借個機會介紹翻 Drop Colony 師兄啦，佢嘅作品係會參賽，而且講真，佢改裝嘅 idea 真係非常之好。絕對係超越業餘嘅水準嘅。咁喺我影片嘅描述上面就有埋 Drop Colony 師兄嘅 IG 同埋 Twitter， 大家如果有興趣嘅都可以去睇一睇。去翻模型件上面啦，好快就完成咗一隻腳嘅組裝啦。今次我首先將啲水口保留咗，呢度係特登咁做嘅。點解呢？而家喺呢一個狀況之下，大家就可以知道其實有邊啲水口你係真係會見到係需要整理修理嘅。亦都可以同時知道有啲咩位置嘅水口，其實唔處理或者唔打磨都冇乜所謂。譬如而家喺影片入邊見到啦，呢個位要揭開咗個裝甲先至見到原來係有一個水口喺度嘅。實際上呢個水口你唔處理，真係冇人知道。咁所以係唔係真係需要打磨啊？就好過人嘅啫。如果我自己做模型嘅話，即係唔係代工啊，咁我可能都係只係會剪走而唔會打磨。有陣時呢啲時間呢，慳下都唔少嘢噶。成隻腳呢，我就分開兩部分嘅，就係大髀位連埋側邊嘅裙甲一組啦，對落嘅位置就係另外一組。咁而家我就會首先處理咗大髀呢個位先啦。呢個位我又想講多少少嘅，大髀同埋膝頭之間連接係靠大髀嘅榫位插入去膝頭嘅關節嗰個窿入邊。所以如果你要做無縫嘅話，你係需要破壞一定程度嘅元件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呢一度就好簡單咁樣概括一下點樣做啦。大家見到呢個關節位上面，我係用鉛筆 mark 咗一個記號，咁佢就會橫跨晒成個膝頭嗰件嘅左右兩邊噶啦。呢個就係我哋需要鋸走嘅部分。放大俾大家睇下，最重要嘅心得就係你要鋸嘅位置係要俾呢個窿位啱啱擲上少少。咁當你鋸走唔要嘅部分嘅時候，開口嘅位其實就爭少少先至可以俾榫位放入去，令到你係需要用蠻力將大髀嘅部件夾硬拍入去膝頭哥嘅部件入邊。咁亦都可以保證呢個連接位係正常嘅情況之下唔會再甩出嚟。其實呢一隻模型我本身就唔特別想做無縫嘅，只不過呢個大髀位嘅黑線佈局係容納唔到中間有條咁大嘅罅，所以我先特別去做嘅啫。另外又講一講啦，喺呢一度我就將啲榫位剪短咗嘅，呢個係我平時假組嘅一個習慣，咁變咗我拆翻開部件嘅時候就可以輕鬆啲啦。但係事實就係我 7咗啦，因為呢件其實我都係原來要黐實做一個無縫嘅，咁即係做咗多餘嘢。喺呢度我將原本有罅隙嘅地方用黑色嘅積乾膠覆蓋住，完成咗之後等佢乾埋呢，就可以做一個打磨。理論上咁樣我哋就完成咗一個無縫嘅步驟噶啦。講翻積乾膠嘅硬度始終比 band 帶嘅部件都再硬啲嘅，所以要打磨走多餘嘅膠水漬，用320號嘅砂紙都不為過。如果你用太幼身嘅砂紙呢，就會花多好多時間嘅。打磨完成之後就咁樣，同時間大家都見到我將個黑線嘅佈局畫埋上去上面噶啦，之後就開始做黑線，黑完出嚟就係咁嘅狀態，落埋黑色嘅滲線液，大家就睇得清楚啲。大家見到其實中間我都有用到唔同厚度嘅黑線，咁同時你哋亦都明白點解中間有條罅係會破壞到個黑線佈局啦。
如果你好似我喺中間做一個無縫呢，你就要留意積乾膠填滿咗嘅部分個硬度同 band 帶嘅膠件係有幾明顯嘅差別。黑線嘅時候呢，就一定要慢慢做啦。如果唔係，好容易因為表面嘅硬度不一，令到你條黑線呢黑得唔夠直嘅。呢個係膝頭哥嘅關節位啦。呢度就因為要做無縫，所以做咗開口嘅部分。你可以見到其實水口喺左右兩個部件大部分都係喺同一個位置嘅。我就會傾向組裝咗先，一口氣去打磨。咁樣除咗可以同時打磨到兩個件之外，唔會令到左右部件因為分開打磨，以致到同一條邊有高低差嘅情況出現。而家我哋同時喺兩個部件用同一個角度去打磨呢，亦都可以令到成個部件嘅表面更加一致嘅。跟住就開始做呢個最 eye-catching 嘅小腿部分啦。首先就唔可以偷懶啦，佢原本嘅細節位係需要做一個黑線加深嘅。喺呢一啲表面帶有彎位嘅部件，用打磨面呢就比較可以容易保留到本身嘅弧度。如果係呢一啲平面，或者你想去做到佢成為一個平面嘅話呢，咁手錯就比較方便啲啦。喺部件嘅呢一邊，原生嘅細節位係凹落去，其實我就唔想要嘅，所以我會將佢填平。填平嘅物料就會用 AA 膠加爽身粉呢一種自製嘅筆地。如果大家係早期啲開始睇我影片，都知道呢個混合物其實我都幾中意用嘅。你可能會直接問：喂，咁積乾膠或者 AA 膠係咪都一樣得㗎？功能上你係絕對冇錯，但係大家都可能會留意到積乾膠或者 AA 膠凝固咗之後，其實都真係幾硬，打磨起上嚟呢就比較花時間啦。但係將爽身粉混咗入去 AA 膠之後，個密度會變低翻啦，令到你打磨起嚟亦都相對容易，花少啲時間嘅。同埋最緊要，爽身粉都好平啫，買一支細嘅翻嚟，我都差唔多用咗2年啦，都未用完，性價比其實都係幾高嘅。等個筆地乾咗之後，再打磨呢就會變成咁樣。原本凹咗落去嘅細節位就會俾一啲乳白色嘅凝固物填滿咗。嗱，另外一隻我未處理嘅，未打磨之前呢就係咁樣啦。大家都見到我畫好咗黑線佈局啦，咁之後就係落刀開波黑線。刻好咗之後就大概係咁樣，補翻一句，呢度就唔係參考 Job Colony 師兄嘅作品噶啦。始終部件本身係比較多弧度同埋彎位啊，所以黑線上都會用翻多啲比較尖銳嘅角度，令到成個佈局都硬派翻少少，出嚟個效果自己覺得滿意呢，咁就可以喺另外一邊再做多一次個黑線啦。如果覺得肥宅嘅影片有用或者有趣嘅話，就記得喺右下角撳一撳個訂閱掣支持一下啦。另外，今個禮拜日夜晚9點鐘會開 live 同大家吹水嘅，得閒上嚟傾下偈啦。處理完小腿嘅部分，就可以做前面蓋住腳掌嘅裝甲啦。其實都已經畫好咗黑線佈局噶啦。喺呢一個位呢，會做一個特別少少嘅處理。首先喺呢個位度貼咗黑線膠帶先，然之後我就會用1mm 嘅黑線刀喺上面不停刮，不停刮。我會刮到好似而家影片見到一樣，係直接刮穿咗個膠面，只係留翻左右兩邊嘅膠去做一個支撐。喺背面睇過去呢，就係咁樣，然之後再喺旁邊做一個配套嘅黑線，咁樣加埋一個分析呢，效果就出嚟係唔錯嘅。完成咗呢個步驟之後，咁我就會繼續完成埋其他部分嘅黑線嘅。呢度都有個黑線嘅小心得分享一下，好似而家咁樣，我喺兩個平面上面都已經刻好咗一條線，想將佢哋串埋一齊，中間有個斜面嘅，咁但係因為面積太窄呢，其實黑線膠帶都唔係咁夠力黐上去。其實我哋有一個偷雞少少嘅方法，用筆刀沿住其中一條邊嘅線，輕輕力咁樣壓落去，嘗試將兩條線連埋一齊。如果呢一條痕你覺得係啱位嘅，咁就可以再用力壓多一次上去，將呢一條痕變成一個坑。再 check 多次都係冇問題嘅，今次就直頭可以將筆刀攝入去呢條坑入邊，再輕輕力左右撬下去，將呢條坑再整闊多少少。最後以呢一條線嚟做例子啦，我就會用0.15mm 嘅黑線刀，將成條線再刻多一次，
令到成條黑線嘅粗度咧都統一翻嘅。咁樣呢個方法當然係要翻少少練習噶啦，不過試多幾次咧問題都唔大嘅。呢個部件上面要做嘅處理都完成晒啦，咁個結果就係咁樣。至於膝頭上面呢一個突出嘅部件呢，講真佢就真係冇乜位俾我再做 further 嘅處理噶啦。其實淨係呢一個突出嘅部分做翻個黑線加深，然之後上過另外一隻色呢，都已經夠。所以我就應該都只會喺側邊呢兩個位置做多個少少嘅黑線，咁就完成咗呢一 part 嘅。去到呢個腳掌嘅部分啊，其實有陣時高達嘅模型呢啲原生嘅細節已經俾咗少少提示，你可以點樣加工噶啦。譬如呢一啲圓形凹入去嘅細節呢，其實係可以直接將佢轉穿，再按自己嘅喜好加入唔同嘅配件。咁喺呢度就有兩個位啦，計埋左右兩邊同埋左右腳，其實佢已經教咗你有8個位係可以加工嘅。今次我就淨係做腳踭嘅呢個圓形位，轉窿之前記得第一步一定要喺個轉窿位置嘅正中心用針吉咗一個窿仔出嚟先。個作用就係俾你轉嘴第一下轉落去嘅時候可以食得實個中心點。如果唔咁樣做嘅話，你轉出嚟嘅窿呢係會有少少嘅移位嘅。首先就轉穿去睇下開窿位後邊有冇咩結構或者有冇啲咩特別嘢。而家見到佢其實側邊呢係有啲嘢頂住嘅，就唔算得上係一個最理想嘅位置。不過都還好，我哋照樣轉穿咗佢先，因為始終要填翻平佢都係好簡單嘅事。我會用到 1.5mm 嘅氣孔狀配件。咁可惜我自己就冇 1.4 或者 1.5 嘅轉嘴喺手啊，所以最接近都係得翻呢個 1.6mm 噶啦，唯有用住佢先啦。不過最理想嘅開窿尺寸呢，就係開比你想用嘅配件細 0.1mm。呢一版配件呢，我就已經預先噴好咗星光銀噶啦，咁就剪其中一個氣孔狀嘅配件出嚟，有個件嘅背面，將個配件放入去對一對位。出嚟其實都還 OK 嘅個效果，就係有少少鬆動，因為個窿始終過大。不過呢樣嘢就可以依靠喺背面落翻個 AA 膠，將個配件定翻個位，咁就冇問題噶啦。另轉背面，可能你會留意到，我係留翻一邊嘅水口位冇剪走嘅。咁呢個水口位喺呢一度就可以幫助我哋定位，令到個配件唔會伸得太出啦。之前有條片就介紹過呢個圓孔斜面器，既然工具都有啦，冇理由唔用噶嘛。只要喺開好咗嘅窿上面輕力轉幾轉，基本上就已經可以做到多一個斜角出嚟。留意用嘅時候就最好 hold 住喺一個垂直嘅角度。我就係錯誤示範啦，所以我要 keep 住打斜去做翻平均少少個斜角。呢啲小細節做埋出嚟呢，就會令到人哋望上去成個感覺都好唔一樣嘅。zoom 埋去俾大家睇下個效果呢，就係咁樣。去到腳掌嘅呢一個位，咁呢個關節就唔會做任何處理噶啦，掉開佢先。我就會喺白色嘅部分上面做一個簡單嘅黑線啦，然之後再喺紅色嘅部分用 0.5mm 嘅膠板俾多一個保護嘅裝甲喺側邊，喺腳掌側邊做多個裝甲嘅層次呢，都算係我個人比較中意做嘅一個改裝嚟嘅。黃色呢個梯形就係我想做裝甲嘅形狀，咁我齊邊就貼咗4塊 0.5mm 嘅膠板，沿住呢個形狀去做一個切割同埋打磨，理論上就可以得出4片一模一樣嘅膠板噶啦。完成咗之後，呢4片就係我得出嚟嘅完成品。咁老實講，手工嘢就真係有少少差別，都唔可以真係做到100% 一模一樣嘅。譬如呢一塊嗰個短嘅邊呢，就有啲唔夠直啦，所以我就會自己再用砂紙將佢打磨，做翻一個直線俾佢。至於黐膠板就都係用翻紙蓋嘅膠水噶啦，擺啱位之後，慣性先點喺一邊固定咗個位置先。呢隻膠水都係流質，而且係快乾嘅，所以都係用滲入嘅方法將膠板黏喺模型件上面。
快手手將個膠板嘅位置都固定好啦，咁就可以喺另外一邊都點上膠水啦。由得啲膠水自己喺個邊嗰度滲入去。記住用呢一隻膠水咧，就真係唔好大力按上去，因為佢會將個模型件嘅表面軟化。大力撳上去咧，就都幾大鑊噶啦。有幾大鑊，大家可以睇翻我卡壁嚟改裝嗰條片，就唔係救唔到嘅，不過好麻煩咯。另外我都會慣性用 Blu-Tack 將模型件固定喺台面上面，咁就可以鬆晒兩隻手出嚟做其他嘢，唔需要揸住個模型件啦。完成咗一邊之後，咁喺另外一邊同一個位置再上多一塊膠板，咁呢個腳掌嘅改裝亦都已經完成。到最後就係改裝左右兩邊裙甲嘅部分，呢個梯形嘅原生細節呢，我都係會將佢取消嘅。用嘅方法同頭先小腿上面嘅都係一樣，就係用 AA 膠加爽身粉嘅混合物將佢填平。另外又講多一個呢種自製筆地嘅好處啦，就係佢係超級快乾嘅，而且佢亦都冇膠水一樣嗰種流質，所以喺填補一啲比較細嘅位置上面呢，佢甚至係可以取代到 AB 筆地咁樣去用。等佢乾完打磨咗之後就係咁樣，用手再 check 一 check 佢係咪真係平晒啦，咁我哋就可以開始下一個階段。大家都見我畫咗啲黑線嘅佈局上去噶啦，喺呢個位我就會削走一定程度原本嘅膠件去改變成個形狀。另外有啲部分都會跟翻 Drop Colony 師兄嘅 idea 啦，因為至少想統一翻裙甲嗰個黑線嘅佈局先。而同時喺中間呢，我會用膠條再加多一個小細節喺度嘅。刻好晒線之後，中間就開咗一條 0.5mm 嘅黑線，然後我就會用到 0.5mm 嘅方形膠條。嗱，zoom 翻埋去俾大家睇清楚啲。喺膠條嘅兩邊呢，我都做咗個斜角嘅，令到呢一個細節嘅角度會啱翻我自己嘅口味少少。不過呢啲都好個人嘅嘢嚟嘅，就唔一定要改變佢本身嘅角度。將膠條放落 0.5mm 嘅黑線上面，就可以再用6蓋嘅膠水，用滲入嘅形式將膠條黐埋入去。補多一句啦，唔同嘅膠水係有唔同嘅用法。如果你係用白蓋或者橙蓋嘅膠水嘅話，你就要先將膠水點喺個膠條嘅底，再將膠條放入去，先至可以做到黏緊呢一個效果嘅。至於改變形狀，都係用筆刀將冇需要嘅膠削走去。分享下我自己削膠嘅手法啦，好似影片入邊咁樣。如果你係用力向下削嘅話，你係需要比較用更加多嘅力切入去啲膠度，變相你個控制力就會減低啦。我自己用力呢個方向就係向左下嘅，咁樣個膠俾到筆刀嘅阻力會減少之餘，我對筆刀嘅控制能力亦都會提高咗。如果大家有需要真係削走膠件嘅話，都可以試一試呢個發力嘅方向，睇下會唔會話有少少幫助。削完嗰膠模型就會變成咁樣，再補翻少少打磨就 OK 噶啦。咁我會喺另外一邊重複呢個削膠嘅動作。去到呢度，咁一隻腳嘅改裝就已經完成咗啦，俾大家睇下而家個狀態先。咁之後呢，就會再噴底灰，俾個對比圖，大家再去睇清楚啲嘅。其實去到呢度同上一條片一樣，都只可以講話係第一階段嘅完工，因為仲有少少位要執嘅，譬如有啲短線未決定要唔要落膠條落去啊，又或者個裙甲底會唔會需要加膠板。不過再做落去呢，呢條片亦都會變得太長啦，所以應該喺最尾或者尾嗰一集做一啲執漏嘅時候先至補埋佢嘅。再補多句，今個禮拜日呢，肥宅夜晚9點鐘會開 live， 如果大家得閒嘅就上嚟吹一吹水啦。嗱，呢條片未完㗎，有啲正嘢，有啲筍嘢，仲要介紹翻俾你哋嘅。你哋就成日叫我拍片講噴油，嗱，技術問題我真係未咁快打到住，所以今日介紹本超正嘅參考書俾你哋指下咳先。呢一本呢係今期出嘅 Hobby Japan 3月刊，淨係個封面啊已經非常之吸引啦。噴槍的教科書，佢其實中間講好多基本但係好重要嘅信息，譬如呢一度佢就會話俾你知，同一隻紅色喺唔同嘅打底色之下，究竟出嚟嘅效果會係點樣啦。印埋落本書度呢，咁樣就個參考價值高過我拍片俾你睇好多嘅。
跟住就仲有好簡單咁樣講一講點樣噴金屬色同埋珠光色，然後落嚟就直租咯。呢一頁講噴槍結構嘅，淨係呢2張紙要我俾40蚊我都願啦，何況佢成本俾埋你。如果你真係想做噴油嘅話咧，呢個構造圖你真係唔可以冇，尤其是你要拆槍出嚟洗嘅時候咧，分分鐘呢張圖就救你一命。仲有呢啲值得推薦嘅噴槍啦，同埋氣泵嘅介紹啦，亦都有嘅。咁當然中間佢會有業配嘅原因介紹啦，咁但係聽落都仲算中肯嘅。呢本嘢我係2月15號喺屋企樓下嘅七仔買，咁我相信都應該仲有貨，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及及啦。另外肥宅嘅一個小分享，我自己第一次用噴槍呢，係用優速達嗰把廢柴噴筆，唔知咩130，我都唔記得咗啦。但係當你用把廢槍都可以學識到噴油嘅技巧之後，你用把更加好、更加靚嘅噴筆，先至會明白得到佢究竟靚喺邊度同埋貴喺邊度。我而家用把 Sparmax 已經覺得係超級好用，所以建議大家起手嘅時候呢，揾把中檔甚至係中低檔嘅噴筆去練習先。咁同時正路你亦都應該係有2支噴筆嘅，一支就平嘢攞嚟噴灰啊或者噴金屬色，另外一支就噴正常色咁樣嘅。今日嘅片就嚟到呢度啦，如果有咩唔明嘅，歡迎留言，我會再詳細解答嘅。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 訂閱咗之後仲要記得撳埋個鐘仔，咁下條新片出嘅時候，你哋就會收到通知噶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